4月12号，日本防卫大臣与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举行了双边会谈，而美日双方会谈的重点便是如何维持台海局势。然而，台海问题始终都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今后如何发展也将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既与美国无关，也与日本无关。如今在没有中国的参与下，列强关起门开场会就要决定中国的命运。与之相似的还有此前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印度宣布共同应对亚太问题，以及美国号召欧洲多国派军舰到南海来自由航行，活像100多年前各西方列强对中国开展了舰船外交。可以说，如今的美国人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给搅浑了。可问题是，如今又不是只有列强们有坚船利炮，咱们也有。既然如今暴风雨躲不掉，那我们就迎风而上，也该我们揪住7寸猛打了。如今的列强们实际上早已不复当年的威风，其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看似列强们以多欺少，但是如今中国的拳头已经够硬，我们可以用多种手段来进行反击。首先，我们需要进行舆论上的反击，拿出国际大国的风范来。从造谣新冠起源到最近的新疆问题，我们见识到西方如今利用舆论手段来颠倒黑白，企图抹黑我国的国际形象。美国舆论战的确毫不讲理，作为一个日益有影响力的国家，我国何尝不能用这种方法？更重要的是，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恰恰自身行为就极不端正，把柄一抓一大把。我们只要陈述事实，就能让他们百口莫辩。像去年我国外交部主动出击，抨击澳大利亚士兵屠杀阿富汗平民。再比如说，不久前日本政府宣布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废水，西方对此保持沉默。为何美国人不管日本排核废水，还不是要拉日本共同制华？因此咱们需要发声，甚至可以拿国际准则来制裁日本，绝不能让此事被掩盖过去。我们也相当于捏个软柿子，让美国其他盟友意识到，就算与美国达成利益一致，也绝不能自保。而除了舆论上的反击，联合其他一切可联合的力量也是有必要的。虽然说当今世界是西方掌握话语权，但世界绝不是只有西方。美国如此不计代价抹黑中国，不就是为了孤立中国吗？既然如此，我们需要主动出击。此前，中国与俄罗斯、伊朗达成合作，已经让美国有些气急败坏了。而天下苦美久矣，多少被列强们欺负的小国，等着一个大国为他们出头。既然如今和列强们谈不来，那么我们需要去展示一个不同于列强们的大国形象。当然，只要中国还在发展一天，列强们势必还会害怕我们一天。因此，坚持发展道路不动摇才是我们的根本。中国早已摆脱了过去的颓废，迎来新生。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2经济大国以及第1工业大国，列强们不管关起门来开多少会，也决定不了中国的命运。据央视新闻的消息称，虽然俄罗斯方面屡次警告各国不要参与俄乌纷争，但美国依旧我行我素，认为乌克兰方面独自对抗俄罗斯是毫无胜算的，所以决定在2021年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总计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作为回应，俄罗斯发言人警告，没有人会与乌克兰开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增派部队，是一系列潜在危险事件的开始。俄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俄罗斯的安全。毫无疑问，美国近日一系列的行动都是拜登向普京发出信号。虽然俄罗斯方面一再警告美国不允许在乌克兰部署美军，如果部署了，那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反制措施，但是种种动作已经说明了，在拜登看来，经济衰弱的俄罗斯和被拔了牙的老虎差不多，即使再怒气冲冲，也只能被迫防御。目前已有300名美国伞兵抵达乌克兰，协助乌军抵抗亲俄武装的入侵。当下，美国出兵乌克兰摆出参战之意，而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则有些耐人寻味了。从俄罗斯发言人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他们隐晦地表示不想同美国发起直接的冲突。然而，这场纷争早已不是俄乌两方说了算的。对于美国而言，俄罗斯发展越来越好的情况是不被他们所允许的，因为即使俄罗斯不会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但美国却需要这么一个靶子，来使国内武德充沛。此前对冷战的记忆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俄罗斯的敌视和防备，使美国失去了把俄罗斯融入西方国际体系的机会。因此，美国直接撕破脸，无视华约解放时私下对俄做出的北约不东扩这一承诺，还单方面宣布退出美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随后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雷达监控系统。这一监控系统足以覆盖整个俄罗斯，这无疑不是在破坏两国的战略和平衡，但国内经济状况的窘境让俄罗斯早已无力应对这些事情，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中俄现在是时候联手了，
中国应该力挺俄罗斯，坚决不让美国的阴谋得逞。只要俄罗斯安然无恙，那中国就能绝对安全。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比方说，中俄之间的合作如何才能成为建设性力量，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且对双方有利呢？据新华网报道，俄罗斯卫星网近日发布了一篇俄罗斯专家评价英国航母战斗群准备进入印太地区的文章。其中，俄罗斯的专家们认为，此举虽然是西方有意对抗中国的一个证明，但是中国只需要审慎对待即可，完全无需担忧和紧张。英国航母毫无威胁。早在3月的时候，英国就已经放话，要准备派遣自己唯一一艘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中国南海。而在前不久，英国军舰在巴林停靠休息的时候，却撞上了友舰。当时不少人分析就表示，鉴于巴林正处在英国前往亚太地区的必经之路，英国这回出师不利，很可能会放弃继续派遣航母前来中国的打算。但是如今看来，英国依然是那个英国，对掺和世界局势依然热衷得很。但是英国外交大臣米尼克拉布虽然再次确定英国派遣伊丽莎白航母战斗群前往印太地区是不可动摇的，却在字眼上应该却打了一个马虎眼，用印太2个字。要知道，当初英国可是要放言要穿越台湾海峡的，所以这回英国是怯了场，或者说英国来印太也是被美国威逼利诱。话说回来，这次英国砸实了航母行程，一是为了向世界宣布英国依然是重要玩家，二来是为了将自己的退欧战略进行转型，投资和经贸正式面向亚洲，三来就是在亚洲在此需要一个国家和英国联合对抗中国。而如今的英国自己本就是麻烦一堆，疫情尚未稳定，经济全面萧条，爱尔兰和苏格兰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依然推行的全球战略，属实有点操之过急。所以俄罗斯专家才会评价，英国就算来印太，其实对中国的威胁也不大，甚至能够称得上是毫无威胁。不过英国此番前来，其中究竟有没有美国在背后还真不一定。毕竟说到底，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再怎么样也不敢真的对中国发出挑衅，最多也就是口花花一下，顺便做做美梦。有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这次之所以去的是印太而不是亚太，其实就是应该对自己实力的准确认知，因为一旦进入亚太，无疑就是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而在印太一面可以继续碰瓷中国，在世界获得高曝光，一面又有可以拥有周旋的余地，绝对是最佳选择。所以其实就像是俄专家说到的一样，对于英国的到来，中国完全不需要紧张或者担忧。英国即便口花花的再厉害，再如何针对中国，对中国来说完全就是虚浮泡影，毫无威胁。众所周知，印度一直都自称为世界大国，仗着西方国家的支持，在周边国家面前耀武扬威的事情可没少做。但是最近一心想和美国套近乎的印度，怎么也没想到美国人翻脸真的比翻书还快。就在美日印澳法5国正在孟加拉湾联手进行海上军演的时候，美国军舰在没有得到印度同意的情况下，直接闯入印度后院，让世界看了印度笑话。据印度时报报道称，4月7日，在没有跟印度打招呼的情况下，美军驱逐舰擅自闯进了印度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活动，此举引起了印度当局的强烈不满。随后，美军第7舰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舰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该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正常作业，无害通过其领海，维护在该国附近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这是符合国际法的。换句话来说，美国这是承认了自己不请自来，擅闯印度海域的行为。对此，他们不仅没有道歉，反而态度嚣张。印度政府也自知不敢得罪美国，只好让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声称印度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表示了关切，美国军舰也已经受到了监控。但是莫迪政府这种做法显然不能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中印边境，企图在边境搞点事情来找回面子，从而转移一下国内舆论的焦点。近日，中印两军代表已经举行了第11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就相互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是这次会谈却没有像以往那样发布联合新闻稿，也不是由国防部发布信息。这个细节从侧面透露出，此次会谈并不太顺利，并且双方也没有对剩余地区的军队全面脱离接触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天大高原即将进入夏天，印度蠢蠢欲动的野心又开始暴露出来。据印度报道，印度空军近日发布了阵风战斗机在喜马拉雅山进行飞行训练的图片，而且印度陆军也正准备利用夏季的到来，对边境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运输补给。在边境局势明显降温的情况下，印度又开始搞出这些小动作，
很难说他们是不是又想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边境挑衅。最后，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国家，在美国那里丢的面子，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找补回来。在他们眼里，得罪不起美国，那就跟中国搞对抗，一来可以向美国证明自己仍然在反华阵营中，二来也能向国内民众展示莫迪政府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但是这种做法却引来了印度网友的哀叹，他们认为莫迪政府被美国挑衅默不作声，却还愿意做美国恶华的棋子。这一次，印度真的沦为全世界的笑柄了。